吃什么呢？这么香？你拿什么呀？这个呀，是我这个月的干粮。不是吧？你要吃1个月的方便面啊？啊，多好呀，又方便又便宜。哎，咱们家的热水呢？啊，在这儿呢。啊，你等，你要泡呀？煮的好吃。没事儿，这样方便。哎，你要不然尝尝我这个，我这个比你那个健康多了，我这个不添加防腐剂，比那个有营养。不用啦，我今天吃了你的，以后怎么办？难不成我一直吃你的？那我成什么人了？那你也没必要对自己这么苛刻嘛。我这叫量入为出。这的物价实在太高了，我走了一路发现什么都贵，而且啊，量就只有那么一点点。看来看去啊，还是这个最适合我啦。好吃，你尝尝嘛，特别好吃。不用，你吃吧，我待会儿还要进去看资料呢，明天早上要查房。晶晶，哎呀，哟，宝贝儿，都几点了，你还不睡觉啊？没事，我把这些看完我就睡了。明天一早还要上班，把牛奶喝了，赶快去睡觉吧，啊？放心吧，那你也早点休息。好。别看了，你明天去同心跟子昂好好说说，又怎么了？叫他对我们女儿不要这么严格。严格点好嘛，严师出高徒嘛。那也注意身体啊！现在女儿看书看得觉都不肯睡了，比高考的时候还要用功。你儿用功是好事儿，咱女儿啊从小就好强，你拦都拦不住，你就少操点心吧。临床医生他随便做做就得了，童心只是个跳板，以后女儿是要走仕途，要当领导的。做医生有什么不好啊？得像我大哥二哥那样，那才叫好呢，各顶各的，受人尊重。哪像你呀，也就是当个什么儿童医院的院长。我女儿可不能像你这么目光短浅，你这个当爹的要支持她才行。总要有人做医生啊。我懒得跟你说了，我也吃点脑白金，睡个好觉。叫家人，我一定不会输给你的。稳定。夜晚，对于这2位家人来说，总是在隔空对决。就像上学的时候，白天都装作若无其事，晚上却躲在家里偷偷用功的2个孩子。他们这样夜不能寐，自然要拜变态老师邓子昂所赐。而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，正进行着另一场较量。邓子昂，他居然在跟几根香蕉较劲。这是他习惯的一种休闲方式，锻炼的是手术时手上的精准度和缝合的速度。谁又会知道，这位白天被大家称作邓大神的天才医生，也是个躲在家里偷偷用功的孩子呢？你怎么啦？脚磨破皮了呗。你不都穿运动鞋上班了吗？
哎呀，护士鞋那么好看，总也得穿穿吧。谁知道，这破了一次就没有机会好了。整天跑，整天磨，比穿高跟鞋还惨。以前啊，我觉得我们昆明的儿科医院好忙，来了这儿才发现，这儿的门诊量是我们那儿的好几倍。以前我在我们那儿啊，可是出了名的拼命小姐姐。来了这儿，我才发现这儿的人啊，简直是不要命。来，我帮你。你后悔来同行啦？怎么会呢？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才能得到更好的锻炼。我看还是磨练差不多。之前的错误我是不会再犯了。明天考试之前，我一定要把病区里所有病人的资料都背得滚瓜烂熟。我一定要赢那个谷家人。嗯，我支持你。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不犯困吗？有是有，不过你确定你要用吗？用啊，当然用啦。你干嘛呀？今天的查房就到这里，啊。但是你们两个，你们不会觉得第2场的笔试就这么结束了吧？还有啊，邓老师，请出题。Round 2。说一下刚才14床的病例。秦丽，女，2周，因频繁呕吐、黄疸，疑似先天性异常收治入院。经实验室检查后，呕吐物内含有胆汁，腹部立位 X 片。健胃及12指肠壶腹扩张及机器，经 CT 检查后确诊为环状胰腺。具体治疗措施呢？你下周行剖腹探查术，如果术中确诊环状胰腺，行12指肠菱形吻合术。不错，下一题。准备好啊！决定胜负的一题来了。在进行12指肠菱形吻合术时，又发现12指肠出现隔膜。应该如何处理？呵，手术突发情况这么刁的问题啊！你是不是闲的？哎呀，忙死了，忙死了！都答不上来啊！如果答不上来的话，就一起走人。同时进行隔膜切除术。术中需要注意点什么？要注意隔膜附近有无胰胆管开口。还有呢？在切除12指肠隔膜的同时，一定要注意不要损伤胰胆管开口，并放置空肠营养管。术后可以尽早进行肠内营养。谷家人算是答出来了。小家人，你呢？不能就这么算我输吧？如果这么算的话，昨天那场应该算我赢啊。啊？昨天吐的好像不止我一个吧？但至少我忍的时间比你久啊，就像我刚才想的时间比你多一点点一样。你这是什么理由？你这不等于50步笑100步吗？谁输谁赢是邓老师说了算。行了行了，有完没完？你们两个啊，这样啊，我中午再给你们加试一场，经此一场一局定胜负。没问题。行，那就再比一次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必胜。3天节，食堂午饭走起。还吃什么饭呀？饭后就要一决胜负了，邓老师又不说比什么。那我帮你找人问一下好了。谁啊谁啊？
你猜。真的是请我吃的？真的。看俗话说，无功不受禄啊！哎，你别客气，没事，随便吃，随便吃啊。拿吃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跟你说啊，咱们食堂这个红烧肉是真的好吃，要不是我嫌它贵啊，我吃一辈子吃不腻。那你就多吃点儿。哎，这鸡腿儿，这鸡腿也好吃。可以，谢谢。你跟邓大使是好朋友吧？那你应该很了解他吧？当然了，那你们下班的时候总在一起聊天吧？那是肯定的。那你们都聊什么呀？不是，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，该不会你俩是谁看上邓大神了吧？啊？那怎么可能可能呢？我们也就是随便问问，随便聊聊，是吧？那你们到底想问什么呀？想了解什么呀？哎呀，就是我们就是想知道邓大神会出什么考题。嗨，原来是鸿门宴呢。哇，这个忙我是真帮不了，我也真不了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么多菜，孔王请客吧，不能饶了他，我得夹一口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块要夹的话，你就得帮这2位女士一个忙了。帮忙没问题呀，介绍对象我在行。哎，不是啊，他们想知道啊，邓大神出的是什么题。啊，这个，那别说他帮不上忙，咱医院没人能帮上忙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邓大神出题啊，那是变幻莫测，谁都猜不着。要是非要来形容的话，可以用1个字来形容。什么字儿？妖。第3局比试开始啊，很简单，打游戏。Round 3。但是呢，你们要在边打游戏的同时边回答我提出的问题。明白了。我现在说一下规则，这是一款双人作战模式的游戏。谷家人你负责上屏，焦家人你负责下屏。其中有任何一方如果死掉的话，你们的任务也就一起失败了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。顾老师，您怎么也来了？您快足个礼拜。游戏开始。顾老师，这么做是不是太儿戏了？先别过早的下结论，看看子昂怎么做。开始了啊！我们怎么打？我在上，你在下。我知道，怎么配合呀？这个是听，这个是射击。哎，不是要配合。坐。哎，好的，哎，加油！哎，等我一下。听我。我们通过哪几点来判断场馆生机啊？啊，场馆。地心膜有血迹出血点，长江膜层性泽是否正常，有无常蠕动存在。心膜静脉有无血栓，心膜动脉及长源动脉有无脉搏波跳动，腹腔内有无臭腐。这什么？你别走啊！你等等我啊！你躲起来呀！我往哪儿躲呀？你行不行啊？我不会玩嘛。你不会玩可以躲起来啊！一开局就被你坑死了。那你不早说呢？我开始就问你了呀，可是你又不跟我说。我们俩在比赛，我怎么跟你说呀？哎，
你们俩吵够了没有？小家人，这次输的心服口服了吧？不认。又想耍无赖啊？如考都是医学方面的东西，我认。哪有选医生考打游戏的呀？外科学文献集在2007年2月发表过一篇研究文章，里面指出，会打游戏的外科医生每周打3个小时以上的游戏，会比那些不打游戏的外科医生手术失误率降低37%，而手术的速度将会提高27%。因为打游戏可以刺激我们的海马体，锻炼我们的手眼协作能力，提高我们的视觉观察力，还有空间布局能力。同样，这一理论在2010年美国外科医生杂志上也被得到证实过。都别看热闹了，比赛也比完了，走吧。我应该怎么办呀？你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国家人，啊，跟我来。哦。他干嘛那么凶啊？他是不高兴了。为什么不高兴啊？我赢了。其实啊，你也输了。我不是不服气，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输了。你想想啊，我为什么要安排你们2人合作模式？我难道不知道小娇她不会打吗？我希望你搞清楚，这个世界上再厉害、再牛的主刀大夫的，他都是需要旁边的人配合他的。你看到了人家小娇有跟你要合作的这个意愿，但是你呢完全不顾他，你一个人在前面冲锋陷阵，这一局你们完全可以双赢的呀。怎么双赢啊？如果战友能力太弱的情况下，我是不是可以牺牲战友而保全自己的实力呢？如果我顾及焦家人，可能连我一起输掉比赛。胜负有那么重要吗？我觉得很重要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就是个人英雄主义。但是，我觉得作为主刀大夫需要一点这样的气质，不错，加油。邓老师，没事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不会是叔叔出事儿了吧？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说，但凡我能帮得上忙的。父母他们打算放弃治疗了。为什么呀？现在瘦瘦的情况还算稳定，很有希望的呀。他们说跟医生聊过，叔叔伤得太重，就算是治了，也不一定能救活。而且那个埃克莫系统太贵了，他们把倾家荡产的，最后也不一定能救回来。硕硕的心脏、肺部还有脑部伤的都比较严重，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。而且我们医院给硕硕用了最先进的埃克莫设备，用来代替他的心肺功能。是不是很贵呀？费用确实不低，但是这个能救命呢。那你们确定能把他救回来吗？你们医院能够保证吗？这个谁都不敢保证。
上次我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说放弃治疗呀。我怎么可以跟外人讲呢？这孩子是我的，我不能放弃啊，江医生，我不能放弃。你先别着急，要不我再去跟他们说说。实在不行，我去找院长，我去找主任，我请他们来帮忙。你先别着急。不用了，我谢谢你帮了我们这么多，谢谢你。但是孩子是我的，我自己想办法保护他。焦家人忽然意识到，或许正是自己的一番话，让硕硕的爷爷奶奶有了放弃的念头。他的心被猛地揪紧了。看什么呢？这拿铁。不会是早上我给你那杯吧？是你别喝了。哎，真香。哎，你真不打算带焦家人了？愿赌服输吗？谁让他过不了关呢？我只能让他走人了。我觉得啊，你应该再考虑考虑。是吧？你好像很关心他们。我觉得小娇人不错，你对她呀别太凶。我理性分析一下，首先这个姑娘呢，这个资质平庸，是吧？最主要她都那么大个人了，没规没矩的，还老爱犯错。那我现在让她走呢，属于合理劝退。我知道你对自己要求严格，但你不能让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啊。这每个人的资质各有不同，新人嘛，没经验，犯错误，这都是常有的事儿。你换位思考一下，你想想，你刚进医院那会儿，是不是也跟他差不多？那个时候的你，不是也搞不定孩子吗？怎么了？哎，谁干的？等着啊！哼，你这么一说吧，颇有些道理。那行吧，你带吧。那怎么行？那古老师都定了的事儿，这不能随便乱改。你担心古院长那边，那没事儿，我来解决。你解决？我听说小娇来了第2天你就把她骂哭了，还要赶人家走啊？新人嘛，敲打敲打。您忘了我当新人的时候，您怎么敲打我的了？小娇的专业基础呢，确实是弱了点，但是，在她身上有别人没有的优势，这就是我把她调到同心来的原因。别人没有的优势，我怎么看不到？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。他跟着你学习是他的课题，你们大家向他学习，这是你们的课题。你又要说你那个鲶鱼效应的故事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如果哪一天我把你这鲶鱼给骂跑了，您可别怪我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这个臭脾气，您也是知道的，多少年都改不掉。焦家人这样子的不太适合我带，你找个脾气好的带他呀。许师哥脾气挺好。请进。说曹操，曹操到了。王大夫啊，顾老师，上次您跟我说那报告，我给您找着了，您看一下。报告？什么报告？你说我什么呢？仙人掌啊？什么仙人掌？焦家人。我说我脾气不好，我带不了这样的学生啊。啊，你不是脾气好吗？你带合适啊。啊，对，说过啊，说过。他带合适。你们2个一唱一和的，是在这儿跟我唱双簧吧？啊？接着唱。娇娇回来了。哎，来，新到的棒棒糖，来一个。
么？这么不开心啊？哎呀，你不要为之前笔试的事难过了，那个真的太难了，不怪你。来一个。不用，谢谢。哎，你怎么还留在这儿啊？不是应该走了吗？你这么你啊，还愣在这干什么呀？收拾东西啊。那个，干嘛？你也想走啊？想陪他一起啊？走啊！收拾东西啊！来，把你这宝贝仙人掌带着来，拿着。哎，走，别再吓唬他了。小娟儿，以后呢，我是你的代教老师，你就跟着我。啊？那我不用回云南啦。哎，你看，你就这个反应，你还收他做学生，那不适合我们普外，我跟你说。走，你别这么说他，他只是没有你明白这么快而已。我倒觉得小娇的朴实是个优点。还有啊，以后小娇是我的学生，我不许你再这么耍她，听见了吗？哎呀，你小心点扎手。去吧。董老师。小娇，徐老师，别害怕啊，让老师逗你呢。徐老师，你真的愿意收我这个学生吗？当然了，我觉得你是个好苗子。怎么，不愿意做我的学生啊？没你想的那么好，我犯错误了。犯什么错？我说错话了，很可能会害一个孩子。来，喝点水。小娇，你和家属说的这些话，并没有错。但是作为医生，一定要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。医生不能够左右病人及家属的选择。但如果他们是因为我的话而放弃治疗，那不就等于硕硕是我害死的吗？你不能这么想。他们的选择，不可能仅仅因为医生的一番话，更多的是基于其他的原因。你比如说，经济原因。好，就算你能够左右他们的选择，救了硕硕，那可是接下来他们这个家庭，又因此而面临新的矛盾。那你是不是还要负责到底啊？我们当医生的，偶尔是治愈，常常是帮助，总是在安慰。不管你现在能不能体会，你首先要学会的是接受。没事的，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啊！振作起来。王医生，无传染情况。脑出血，血压增高，脉搏下降。右侧臀骨扩散，你联系一下 CT 室，导致引流增多，把邓子昂、陈奇也叫过来。这出血量也太大了吧？大概是因为埃克莫和透析，所以无论做埃克莫或者透析的时候，都要用上抗干因素，这是为了防止血液在体外循环的时候因为凝结而出现堵塞。对，孩子脑出血的时候，血液根本止不住。可现在这个孩子还在抗凝治疗中，是不是应该考虑保守治疗？
硕硕突发脑出血，打断了一场积怨已久的家庭风波。此时此刻，一家人的心又悬了起来。他们在等待，虽然不知道等待会带来什么结果，只能等待。焦家人默默祈祷着，他不敢想象，万一孩子没有挺过来，这个家庭该怎么办？是的，守护一个孩子，就是守护了一个家庭的希望。救一个孩子，就等于救了这个孩子的孩子。他愿意为救治硕硕付出最大的努力，此刻却只能默默等待，默默守护。叔叔，你要加油啊！反正现在具体情况就是这样子，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有？你们还有什么疑问？硕硕不是已经做过脑部手术了吗？是这样，因为针对硕硕的其他器官治疗呢，导致凝血功能在下降。当脑部血管压力变大以后呢，就会导致再出血，而且一瞬间的出血量会非常的大。不过你们放心啊，对于出血呢，我们已经有相对的解决办法了。至于手术，我们还有神外的陈医生在呢。那这次手术之后不会再出血了吧？这个我们没法打保票，因为脑出血术后的再出血是很常见的并发症，而且这次手术会对本身在康复中的肺造成一定的影响。再有，他的肝损伤呢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就算手术成功以后呢，以后很有可能对肝功能衰竭的危险。总之呢，你们家长如果不同意做手术，我们也无权动手。但是，有一点是可以打包票的：如果你们坚持要救，不管硕硕他病危多少次，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去救的。救！我还以为是邓老师呢。我是拿3床的病历。啊，硕硕手术怎么样了？还没结束呢。担心什么呀？那不有邓子昂和陈琦坐镇呢吗？走了啊。嗯。一定会没事的。加油！医生，手术怎么样啊？啊，你们放心，手术很成功。谢谢医生，谢谢。这孩子是个顽强的小家伙，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。我就说咱们硕硕一定能挺过来的。谢谢医生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不谢。硕硕怎么样了？啊？有邓老师在，当然成功了。成功了！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们真的是太棒了！我去看看硕硕。我去看看硕硕。哎，你说他这么大力气当护工多好。咖啡。哦，好嘞。
佳。院长好。怎么样？这会儿是不是觉得能做一个儿科医生真好？是啊，我刚当医生的时候，也有过很多抱怨，有过很多委屈。可是啊，每每看到他们一个个能够好起来，就觉得之前受的所有的苦、所有的累都不重要了。真是这样的呢。不知道硕硕长大想做什么工作，但是无论他做什么工作，我只要想到未来有这么一个人，他的存在有我出过的小小的一份力，我就好开心啊。所以说我经常说，我们儿科医生治愈的不仅仅是病人，而是整个世界的未来。院长，我有个问题想问您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但是我更想知道你会给我怎么样的答案。我会用实际行动给你答案的。哎，还没回去啊？干嘛呢？可以等你啊。等我？一起吃饭。吃饭？庆祝。有什么好庆祝的？今天那个坠楼的孩子还是挺危险的，还好他的家人和他都没有什么事儿，不应该庆祝一下吗？这有什么值得庆祝的？行了，明天一大堆工作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啊。回去。走。拜拜。拜拜。我就来散个步。我就来散个步，我就不小心。我问你什么了？你是不是什么都没看到？可是我看见了呀。你就当什么都没看到。但是我真的看见了，骗不了我自己。日料呗，好吧，走起。印度菜、越南菜、西班牙菜、法餐。我想什么？随便说，没事。我想吃烤肉。好主意。妈妈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啦？面包、蛋糕还有三明治，你选一个。选一个，是你最爱吃的蛋糕啦。怎么了？护士，能来看一下吗？啊，来了。怎么了？今天我们聊一下1岁以内孩子发生窒息的正确做法。出生到1周岁的儿童，我们叫做婴儿，其生理发育和1岁以上儿童有较大的区别，因此采用的急救措施也有所不同。当婴儿发生窒息时，我们需要通过拍背和胸部快速冲击交替的做法解除窒息。具体操作为：
家长跪下或坐下，一手前臂搁在大腿上，将婴儿脸朝下放于前臂，婴儿头部略低于胸部，家长手掌托住孩子头部和下颌，用另一个手的掌根部在婴儿肩胛之间用力向下冲击性的拍背5次。若拍背5次后仍无法将异物排出，开始进行胸部按压。具体做法是：小心托住婴儿头部和颈部，将其全部翻转过来，脸朝上，仍然保持头低脚高位。家长仍以大腿支撑前臂，然后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放在婴儿胸廓两颅头连线之间下1指的位置，快速的压迫5次，深度约为小婴儿胸廓的1/3或1/2。拍背和压胸交替进行，直到异物排出。但这种交替最多重复5次。如果5次之后异物没有排出，孩子变得没有反应，就必须采用婴儿 CPR。强调一下，对于1岁以内的婴儿，不可以使用腹部快速冲击法，就是我们所说的 Heimlich 手法。